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晚上睡不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袋里面不是在放着小电影，就是在担心昨天，想着今天，担忧明天的。这么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下降。咚咚咚咚咚咚，各种各样的小麻烦来敲你的门，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你的大脑当中的记忆力也会下降，整天浑浑噩噩的。今天呢，我要教你一个道家的方法，这个方法源自于我师傅从师门当中传下来。我师傅今年92岁，92岁可以说这一辈子只要躺在床上都能睡着。为什么？因为道家有一个睡功特别的棒，其实呢也被称作为叫静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它是一套方法，大家必须要把它从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联合在一起。你单独用一个步骤恐怕就不行。那么静功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让你整个人静下来。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睡不着，其实就是一点。你看睡觉的时候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清醒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你的睡眠阶段。那么大多数人是在哪个阶段出问题？翻来覆去想小电影的时候看星星数月亮都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过渡阶段。只要你的过渡阶段出了问题，那么接下来你的睡眠阶段就不会很完整，不会很好。那么过渡阶段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一个字叫做躁。躁呢，就是因为你整个人静不下来，只要一躁，你会发现你的里面整个这个什么的分泌，它是一个混乱的节奏，它不稳定。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会导致你晚上7、8个小时不好。那么我师傅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2个步骤我们把它收藏好，把这个视频收藏好，同时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给我的师傅点点赞。那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叫做子午诀。其实讲子午诀，大家感觉很陌生，但是我讲卧固每个人都知道了卧固就这么卧嘛，对不对？其实错了道家叫做子午诀，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点住我们的无名指根部，手包住，你看和卧固看起来外观一样，但是内有乾坤另一个手也把它包住。我们今天来看视频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会有答案，把你的双手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你看，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把它放好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怎么去做？来，把眼睛闭上，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呼吸的变化。只要你的手做对了，然后来吸气，吐气。每个人做3个呼吸来吸气，吐气。自己感受一下吸气的深浅第3个呼吸的时候，把手放开，随便是放腿上或者凌空放都可以来吸气，吐气。感受一下你捏着我们子午诀的时候和我们手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的变化。你会发现，当你的手捏住子午诀，气进的怎么样？更深了。气进的深了以后，同时吐出来了以后，变得更加的柔顺，更加的绵长。这是什么？你想一下。当你晚上的时候往这个肚子上面一放，它只要气进的深了，躺在床上就这么放一会儿，你会发现慢慢的气只要深了以后，吐出来绵长，这个地方跳动的速度会怎么样？慢慢的会变慢。当它变慢了以后，我们的肚子会逐渐调整为腹式呼吸，大脑袋当中的一些烦恼、一些杂念，慢慢的就请出去了。这个就是道家的静功。道家的静功呢，其实刚开始你练习的时候是很难达到静的状态，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有一个辅助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闻香法。闻香法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在古法当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都是通过古人的这种积累、这种沉淀，慢慢试出来的方法。这种闻香法你闻着这个香味，为什么要闻香味呢？因为香味是直接能通过我们的鼻子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当中的。你想象一下当你烦躁的时候，你处于一片花海当中的时候，你闻着这个香味会怎么样？是不是整个人心里面特别的安静，感觉心情好了？当你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特别困，你闻一下风油精，闻一下这个辣椒的刺激的味道，一闻，哎呀，整个人一下子怎么样？惊醒了，提神了。所以古人就把这个香味做了一个总结，叫做闻香而静，闻馨而精，辛辣的辛。所以呢，闻着这个香味，捏着这个子午诀，两者缺一不可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闻着，然后慢慢的你就静下来。
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人啊，都是百试不爽，用完以后啊就知道有多好。那么很多人说这个香味用什么香味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准备4样物品，分别是檀香、夜交藤、合欢花、薰衣草，就准备这4样，1比1的把它打成粉末，然后装在一个香囊当中，把这个香囊置于你的枕下，置于你的床头柜上，置于一个你房间当中的高处，一个房间3到5个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啊不会做，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已经做好的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香包，已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晚上啊完全不一样，这7、8个小时啊变得更加踏实了。这个香囊呢，其实我自己啊也在用，这个香囊已经用了4个月之久了啊，现在贴着去闻，还能闻到这个淡淡的清香，用的时间啊是比较久的。我把这个香囊啊放在我的孩子的房间，各放了3个，然后呢，我自己的房间，包括我的姥姥的房间，都放上了香囊，因为晚上这7、8个小时真的很重要。这个香囊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枕头下方、你的床头柜，还有你房间当中高的点，比如你的衣柜上面，把它挂上一个。同时呢，我们挂上这个香囊以后，你的房间当中充满了这个香味，你进去一闻到这个味道啊，哎呀，就感觉这个身心啊放松下来了啊。可能晚上睡个8个小时，睡个10个小时，第2天起来还是浑浑噩噩的，为什么？充电速度不够。你要知道，我们大多数啊，它的一个修复都是在晚上这7、8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包括孩子为什么要放？他长身体啊，都是在这7、8个小时当中。所以呢，有的朋友，你看他睡上一个6个小时、7个小时，一天都精神；有的人他睡上8个小时、10个小时，一天还浑浑噩噩，就是充电速度。我们用这个香囊以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充电速度不一样。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每天都用啊，自己用的，自己当然知道。原来我没用之前，以前睡眠8个小时、9个小时都是常态，有的时候啊下午还会打个小盹。用了香囊以后，一般每天睡眠都在7个小时，有的时候少的时候6个半小时，都会感觉这一天精精神神的啊。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加上我师傅啊分享的这个静功，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去用，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有多好。你要知道，晚上这7、8个小时，如果你感觉是一种负担，那就有错了，一定是方法出了问题。只要咱们的方法你用对了，这7、8个小时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一睁眼，哎，天气亮了。这个就是一种享受。方法分享到这里，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共不足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很多朋友啊，一到了40岁、50岁以后啊，逐渐就发现了自己的每天啊头脑当中啊迷迷糊糊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而且这个头脑一迷糊以后啊，这个记忆力啊是直接受到影响。有的时候好起来的时候，连小的时候的事啊都能记得清楚；有的时候一差，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哎，自己就记不得了。你看这个记忆力啊，就会时好时坏，而且呢，头脑一迷糊以后啊，你会发现始终这个地方就紧着绷着，像压着一个大石头在上面，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因为脑供不足，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红色的水啊上去的不够。红色的水是什么？它是你的营养，它是你的能量，它是带着氧气上去的。一旦你的这个脑供不足以后，时间久了，慢慢的损伤，造成了很多问题啊，就不可逆了。所以呢，当你开始感觉自己模模糊糊了，有一些这个迷迷糊糊的啊，记忆力时好时坏了，你就开始注意了。我教你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梳头。为什么咱们要梳头？头上有一张你看不见的经络网，它是由点点位位编织而成。我今天啊要教给大家的是道家的拿五经，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多。好了，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内容。那么在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一把这样的5尺经络梳。这把梳子啊是纯实木制作而成，金丝檀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齿头啊是非常的圆润的。圆润的齿头呢，可以更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头部，并且呢往下压的时候，能够更深的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可以说这把梳子的设计啊，就是为了梳开头上的经络而设计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会用这把梳子啊给大家去演示，家里面备上一把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开始做动作。首先第一步啊，大家记得啊，叫做开天门。天门在哪里？首先先推天门线啊，这个是第一条筋啊，就是从我们的眉心推到我们的这个发际线这儿。你看，用最大的齿头去梳啊，往上去推多少下？30下。
这个动作做完，你会发现眼睛变亮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红色的水往上走，哎，它这个什么能量送到了，氧气送到了，哎，你就会发现啊，你的眼睛会变亮。原来耳朵上面嗡嗡的也会有一些改善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去推，慢慢的往上去做，天门推开一抹红，再往上推的时候，你看。力量不要大，2到3分力。很多朋友刚开始推的时候，用手推啊没什么感觉，用梳子一推，哎呀，发现这个上面好多的小米粒、小疙瘩，这是什么？点和点组成的这个网啊，它上面打结了。网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它打结的这些点，这些晶晶的、结节的，都要把它推开。好，推开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印子往上走。如果说这个红色的上来了是非常好的，它证明把它给引上来了。把我们的老贡啊，这个红色的水引上来了。如果你推了半天，这个地方还没有红色的印子，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平常没事的时候，这个头部啊不要总低着，多抬抬头。天门推开以后，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眼前亮了，然后再往两侧这么去推，慢慢的，这个是第2条筋，把这个门给推开。刚刚是推的门缝，门缝打开以后，就要把门从两侧拉开。推的时候注意啊，你看。往我们的左右啊45度这么去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看啊，45度这么去推，再这么去推过来啊，我们就这样45度，左边20下，右边20下。推的时候，很多朋友发现小疙瘩，不用担心啊。平常有些朋友啊，感觉小风小寒一来的，自己半边就哎呦呦压个大石头的，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做完了以后，你再睁开眼睛，你可以看一下眼睛变亮了。好，有这种感觉，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因为你做完以后就拿到结果了。那有些朋友用手做，我是不推荐的。为什么？一个是你找不到这个点，堵着的点，你没有找到它，你就推不开它。2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推的时候啊，你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渗透力，手指之间有指纹，推久了以后，皮肤还容易磨损。所以如果说你感觉想要经常梳头，刚开始用手跟着我做，感觉好的，咱们就准备一把这个经络梳，它是专门为疏通我们的经络而准备，就放在我们的下方橱窗。您需要的话，您直接点进去，直接选择一把。然后呢，我们第3条筋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发际线推到我们的大椎，这条筋叫通百会。叫做通百会，通百会非常的重要。这条筋走的是什么？督脉，还有我们的膀胱经。把它往后刮，用力刮啊，刮到哪里？从后面看一下，我头这么一低，刮到我们的大椎。大椎在哪里？你看脖子一低，你一摸，硬硬的凸起来的一个小骨头，就是我们的大椎。我们从前刮到后，你不知道大椎在哪没有关系，你往后梳到你的极限啊，就这么去刮就行了。把大椎这个地方给它疏通开来，从前到后就一直顺着脖子往下梳就行了。大椎梳上一个30下啊，把百会给打开。百会啊，诸阳之会，这个地方也重要。这条线一打开，你会发现有的朋友额头会发热，像我就会感觉脸上由内而外的发热，红红润润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就是第4条和第5条筋。这2条筋啊就很讲究了，为什么呢？我们先看我的左侧，这叫左摆尾。大家可以看我脖子一歪，这个地方是不是跳出来一根大筋？你看，从我们的侧面往下，沿着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叫耳后高骨啊，沿着这个后面一直往下刮，顺着脖子刮下来以后，到这儿，这个地方是一个转弯的地方，看到没有？我们在这手腕要这么一转弯，给它带过去，这叫左摆尾啊，你看。这么去刮，手腕在这个地方叫转了啊！你如果不转，就卡在这儿了。这2条大筋可以说是2个守门员，有很多人就是这2条大筋堵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地方红色的水也会上不来啊。所以我们你看这个地方把它刮开啊，就这么去做，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很清楚。那我们接着把它刮开来，刮的时候轻而温柔。很多朋友说你这样刮的话，要不要抹些油啊？你看我自己抹没抹啊？我很用力的去刮，但是我没有抹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你记住，它的很光滑，梳子很光滑，皮肤也很光滑，2个在一起对你的皮肤啊是没有伤害的。你们坐着就有这种感觉啊，很舒服。好，那么我们左摆尾做完了以后，右摆尾也是一样的。右摆尾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就这样。
啊，你看到这儿脖子一转啊，你看拉过来啊，我们可以换个手就这样做，但是这样会挡着我的麦克风，我就拿我的右手给大家示范啊，右摆尾，这么脖子一歪，这么拉过来，你看手腕在这儿一转就过来了啊，多少下？15下、20下啊。自己做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个地方特别的重啊，有一个像小球一样的，就是大筋藏在里面，一刮都感觉出来的不舒服的，你就在这个地方多刮一刮，把它给刮开。刮完以后，顺带着连着你的肩颈啊都放松下来了啊。做完以后脸上热，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一套动作呢，一共就5个步骤。这5个步骤你记不得的，就把它视频收藏下来，以后反复观看，注意里面的细节。同时，咱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把梳子啊用起来非常的趁手，每天早上或者每天下午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头上梳一梳。头上是一个总开关，无论你是不是往上走的这个红色的水不足，还是经常晚上7、8个小时不怎么好，翻来覆去看星星数月亮的，你都可以这么去做一做。而且呢，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啊，他就离不开了。为什么？自己做完自己知道好了，后面就停不下来了，拿到结果了。所以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每天做一做，也就2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我们的头上梳个遍。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收藏的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没关注的朋友啊，记得把咱们的关注啊先点上。我在这里分享的内容啊，都是别人的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上热下寒的人根本啊就在中焦。当一个人上热下寒久了，身体当中水水湿湿的气啊就会非常的重，而且久而久之，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脾胃运化。那么通俗一点的表现为，就是身上没有劲，每天身上面是热热的、燥燥的，舌头里面啊冒火，眼睛上面冒火，晚上不容易睡着，下面啊是冰冰凉凉的沉重啊，上下楼走路的时候腿脚如同灌铅，这就是上热下寒。为什么人会出现上热下寒呢？因为湿气往下走，堵住了2个口。同时呢，热呢在我们这里没有把它有效的转化到下方，导致了我们整个循环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上热下寒。根本啊就是在中焦。那么只要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3把锁，就能够改善我们的上热下寒。而且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很多人，只要749天，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上热下寒不仅没有了，你的水气湿气也不在了，你的脾胃的状态也会往上走一个台阶。这3把锁是哪里？为什么这么神奇？首先2把锁就在我们脚底的涌泉，涌泉者足心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消；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双脚涌泉很重要。然后就是我们的神阙，神阙就是肚脐。说白了，这个神阙这个点啊，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我们的口鼻是堵住的啊，不能去动的。靠哪里获取外界的能量？一个小管子从外面进入到我们的肚脐当中。能量就从这里进来了，所以肚脐这个点啊，古人把它称之为神阙，也是有道理的。肚脐这个点也是一个口，所以我们找到这3个口，就能够改善我们的什么上热下寒，打通我们的中焦。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南怀瑾老师啊就分享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我把这个方法先分享出来，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能去做。准备花椒6到7颗，艾绒1小撮。桂圆肉1颗，注意是桂圆肉啊，桂圆是干的。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了。捣碎了以后，加入蜂蜜，一点点的磨，把它搓成1颗1颗的小丸子。就这个小丸子啊，能量非常的大。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两脚脚底的涌泉也给贴上，就把这3个口给贴上。这个时候，这个小丸子当中的能量就出来了。你想一下，艾绒是什么？艾绒至阳之草啊，它能让我们脚底的2把火升上来，湿气喜聚足底，火一升上来，它的水水湿湿还在吗？留不住了，就走了。然后呢，这个花椒窜走能力极强，同时这个桂圆肉对于我们的脾胃啊来说也非常的好。所以想要打通中焦，肚脐上面每天晚上贴住，然后双脚脚底的涌泉各贴1颗。
晚上去贴，白天把它撕掉。这个东西啊，不要见光。白天如果你舍不得撕，很多朋友说，哎，小火苗就往上走了，为什么？白天舍不得撕，就是这样啊，白天一定要把它撕掉，晚上去贴。很多人说，老师你分享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动手能力也不强，怎么办？和我一样。选择别人做好的成品就行了，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瓶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去除湿气，让自己的能量变得更足。为什么说这瓶肚脐贴好呢？我们家一般用都认准它。打开盖子以后，轻轻的闻一下，首先里面的味道就很浓郁，味道越浓郁，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它就越真。味道是骗不了人的。从里面拿出这么一颗小丸子，你看已经帮你包裹好了，这么一颗一颗的，省去了麻烦。自己去做啊，确确实实比较麻烦。我们家以前就自己去做，这个大小啊、硬度、软度啊、稀稠度啊不好去搞，不好去确定，而且保存时间非常短。用了这个别人做好的成品就不存在这些问题，都是按这个规格把它做好小丸子，塞在肚脐当中。用他送的这个小封贴直接给它贴上啊，就这么简单，这么省事。晚上睡觉之前贴，除了我们的肚脐、双脚、脚底、涌泉也给它贴上。贴上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就这么去坚持一段时间，一般7×7=49天，正负它有个10天的偏差，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态不一样，有的人59天，有的人39天，就会有一个变化。像我自己去贴，有段时间啊，我是感觉自己的脾宝宝、胃宝宝状态不好，然后手心啊发热，整个人燥啊，脚底的时候感觉冰冰凉凉，我就用了这个方法，用了大概在20天左右的时间，我会发现肚脐这一边发热，然后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脚底啊2个涌泉的口这一圈发热，脚底啊就像2个小火苗往上去烧着灼着，热乎乎的感觉特别的舒服，然后慢慢的肚脐这一圈也有热量，然后这个身体啊就转起来了。转起来了以后，慢慢的你这个脚底啊就开始啊变得不沉了，有劲了，腿上有劲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湿气啊请走了，然后呢你的热量下去了以后，腿脚有力，身上啊也手上也不那么热了，不那么燥了，脾胃也好了。这就是这个小丸子，我分享给很多的人。有的人啊是拿它用来养脾胃，有的人啊是上热下寒，有的人啊是专贴脚体啊湿气重的。都能去用这个小丸子啊，自己在家备一瓶啊，真的非常的好。大家记住了，有的时候啊，方法选对了，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